外科医生开车去接妻子，因为妻子最近爱上了练瑜伽，整天泡在瑜伽馆里边。而近几天呢，这位外科医生于飞的女同事侯慧总是在抱怨她那个当瑜伽教练的丈夫，一个大男人身边整天围着几十个女人，这算怎么回事？我早晚非得跟他离婚不可。本来这位外科医生于飞的心里没什么，可听女同事侯慧说多了瑜伽馆的事情之后，他心里难免就打起了鼓，这才提前下班，驱车来接妻子郭花花。一到瑜伽馆楼下，于飞就傻眼了，正赶上6楼起火了，大火熊熊，浓烟滚滚，火焰充满了每一个窗口。哎呀，6楼不正是瑜伽馆吗？于飞顾不得多想，飞奔到楼上，冲进火海去救人。他最担心的当然是妻子郭花花，要是爱妻发生危险，那可如何是好？要说这位于飞医生是真够勇敢的，他匍匐着冲进瑜伽馆的练功房救人，一次抱出来一个女人，一共救了10几个人，结果哪一个也不是他的妻子郭花花。最后火势越来越大，好多人就劝英雄，你别再进去了，这火现在太大了，再说里边大概也没人了，还是等消防队吧。于飞并不答话，心想我老婆还在里边呢，怎么能不救啊？再次冲入火海。哎呦，这回可麻烦了，烈火浓烟的，于飞划拉了老半天，再也找不着人了，想逃出来，可惜逃不出来了，筋疲力尽，呼吸困难，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一位消防员冲了进来，抱起昏迷的于飞，纵身一跃，跳下6楼。楼下是一个大大的充气垫子，消防员司马腾为了保护被救者于飞，他在空中调整位置，使得于飞落在了垫子的正中间。而司马腾自己呢，在气垫的边缘缓冲了一下之后，滑落到了水泥地上，头部着地，当即昏迷。2个人同时被抬上担架，火速送往医院抢救。急救室门外急急火火赶来了2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外科医生于飞的妻子郭花花。那么这郭花花为什么在火灾发生之后还能够毫发无损的出现在医院呢？他身边的另一个女人又是谁呢？这还得从瑜伽馆的火灾说起。瑜伽男教练米虫正在给女学员们授课呢，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跟学员郭花花耳语了几句，请郭花花跟他回家去一趟。临走的时候，2人有些匆忙，米虫拔下正在充电的手机就往外走，郭花花把水杯往地上一放，也紧跟其后。2个人都没注意，手机充电器还在教室角落里的音响后面的插座上插着呢。水杯一放，有些水洒了出来，洒到了瑜伽垫子上，慢慢渗透，流到了手机充电线插头那里。充电线一进水，造成短路，引发了火灾。水火无情啊，众位女学员都吓傻了，被困在了火海之中。而此时的教练米虫和学员郭花花已经到了米虫的家里。原来是米虫的妹妹米冰雪跟丈夫吵了架，非要去离婚，这是要让哥哥陪着她去法院起诉。米虫知道郭花花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想请郭花花帮忙劝说妹妹米冰雪一番，让她不要轻易离婚。几个人刚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想喝口茶水，好好聊一聊呢，米虫的手机响起了刺耳的铃声，他的瑜伽工作室起火了。
米虫开车，学员郭花花以及妹妹米冰雪也跟随着一同赶回了于家馆的楼下，正好看到消防员司马腾营救外科医生于飞，从6楼一跃跳下，落在气垫上之后，同时被送往了医院抢救。郭花花一眼就认出了丈夫于飞，可把她给担心坏了。郭花花身旁的米冰雪呢，也是大吃了一惊。原来消防员司马腾正是米冰雪的老公。米冰雪就是因为想要劝丈夫司马腾不要再当消防员了，太危险。司马腾不听。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是一名优秀的消防战士，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的神圣职责，也是我的理想，你就别劝了，我是不会改行的。所以米冰雪一赌气才要跟他离婚的。可现在一看丈夫司马腾昏迷不醒，被抬上了救护车，她也是心急如焚。那消防员是我老公，我要去医院陪着他。2个年轻的女人郭花花和米冰雪在医院的抢救室外等候了好长的时间，终于把医生给判出来了。受伤的外科医生于飞和营救于飞的消防员司马腾都脱离了生命危险。不过于飞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健康，而消防员司马腾呢，除了左腿受伤骨折之外，人还是处在昏迷当中，而且极有可能会转成慢性意识障碍状态。说的明白点，就是司马腾啊成了植物人了。在电视等各个媒体平台上，于飞和司马腾都成为了被大家盛赞的见义勇为的英雄。市政府分别授予他们2个优秀好市民和时代好青年等等荣誉称号。可是现实摆在面前，生活该如何继续？要做出怎样的选择，仍然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外科医生于飞在妻子郭花花的悉心照料之下，很快好了起来，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于家男教练米虫因为火灾赔了不少的钱，也不想再开瑜伽馆了，干脆改行开了一间素食餐厅。他的妻子外科医生侯慧因此也改变了想法，不总想着离婚了，工作之余踏踏实实的当起了餐厅老板娘。最艰难的就是米虫的妹妹米冰雪，原本在气头上要离婚的她，默默地照顾着受伤后的植物人丈夫。她的丈夫消防英雄司马腾也是真够有毅力的，在妻子米冰雪的悉心照料、深情陪护之下，卧床半年之后，终于慢慢的恢复了意识，逐渐清醒了过来。经过1年多的锻炼，完全恢复了正常，真是让人喜上眉梢。这一天，在米虫的素食餐厅里，他的妻子侯慧请来了同事于飞以及于飞的妻子郭花花。米虫的妹妹米冰雪和丈夫司马腾也来了，6个人3个家庭围坐在餐桌前，举杯欢饮，好不开怀。